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，我们继续来分析大盘指数、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道琼斯指数。现在的时间是美东时间早上7点30分。我们先来看纳斯达克指数，在9月15日生成的这个 K 线，它是一个倒垂线，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 ，KD 值快线下穿了慢线。MACD 开口变大，双线是持续下行。那这些技术信息都预示着指数将会继续下跌。我们再来结合辅助线来看。我们会看到这个倒垂线的收盘价还跌破了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4号趋势线。那如果它是继续下行，那下方这个水平线，也就是9月6日的最低，将成为它继续下行的一个目标。然后再向下，我们会看到会有缺口，它将成为一个支撑。那跌破这条水平线之后，它继续向下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2号趋势线。当然，这个不会发生在9月16日，应该是在接下来的交易日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方的这个指数如果继续下行它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区域内也会有很强的支撑。那如果指数日后跌破2号趋势线呢，其实我们会看到下方还会有很多的支撑。那在前低，也就是10565.13上方到2号趋势线，它也是有很多支撑位的。所以呢，指数如果继续下行，还有很大的空间。但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9月6日的这个最低。好，那说倒垂线，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一个指数下跌反弹再下跌一个相对低的位置，那出现倒垂线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一个信号 K 线。但是它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它要开高走高，并且呢，收盘价要站上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上沿，甚至是倒垂线的这个最高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如果是出现反弹呢，上方的压力就是这个倒垂线的最高。当然，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其实也汇集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指数如果出现反弹，上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。但是一旦出现反弹呢，这个4号趋势线将会再次成为一个支撑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这下方的9月6日的这个最低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在9月15日这个 K 线，其实在9月6日这个最低这个地方它是遇到支撑的，虽然没有触碰到这个支撑位，但是呢从指数的走势来看，下方是强支撑。所以基于这些信息我们认为在9月16日指数可能会继续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横盘，只是我们要关注它是否能重新站上4号趋势线，或者说是跌破这个垂直线的最低，或者是这个9月6日的前低。那我们不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长红的 K 线，因为这个9月6日的最低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。好，那我们在9月16日再总结一下，我们关注2个点，一个是4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，在这个位置11608。下方我们还是关注这个水平线11465附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道琼斯指数。道琼斯指数在9月15日收的也是一个锤子线，但是这是一个准锤子线，它的上影线不够长。
即使是这样，我们会看到在日内它也是发生了反弹，最后呢被空方压回，而且是低收，收在低位，也就是当日也是空方强。但是它比较利好的一个信息呢是，它的最高和最低在前一日蜻蜓线的最高和最低范围之内，它并没有跌破前一日蜻蜓线的最低，所以这条水平线依然可以成为9月16日指数运行的一个强支撑。因为下方还有一个缺口，它们距离非常近，所以这个下方啊，它的支撑力度是我们认为是比较强的。然后我们把图缩小，那如果说指数跌破了前低，或者是回补了缺口以后，那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呢，它的目标就是要奔向这条水平线，也就是7月15日的最低，然后下方我们还会有一个最低，也就是6月17日的最低。那同样我们说下方它下跌的空间还是很大的，空间大，说明它的支撑也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对于这个道琼斯指数呢，其实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认为是相近。如果我们从 K 线的线型来看，这个指数如果在这个区域啊能够被支撑住，它很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对于9月16日上方，说指数如果出现了反弹，那上方的压力，很明显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在这个蜻蜓线的最高。我们把这条线，我们不下移了，就放在这儿了。就是蜻蜓线的这个最高和前一日 K 线最高是压力，再上方就是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。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在这个9月15日这条 K 线的最高的上方啊，压力是非常重的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分析来看啊，上方压力很重，下方有强支撑，那在9月16日应该还是一个可能会是继续横盘。对，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下周一的 K 线的一个走势，因为下周一 K 线出来之后，将和这条长长的下跌的红 K 形成一个5个 K 线的组合。那5个 K 线组合呢，我们说如果出现一根长红下跌的 K 线，那预示着后续指数一定会再继续下行。但假如第5根 K 线是一个绿 K 上行呢，那整个这个组合将是一个变盘向上的组合。同样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是类似的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9月16日大盘指数走势的简要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